我正在上课，班主任急匆匆跑过来说：“赵小静，你妈死了。”可当我慌里慌张跑回家，却见我妈正好端端坐在炕上，对我招手笑着。我妈何春梅是被拐来的，我奶花了5000块，把我妈从人贩子手里买来领回了家。我奶说，等我叔赵建国从镇上回来，就给他们完婚。没想到我妈进入家门那一刻，却一眼就相中了正在院子里晒玉米的我爸。我奶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赵建平，小儿子赵建国。我爸赵建平虽常年下地，却白净周正，眉眼分明，浑身上下带着一些城里人的书卷气。我叔赵建国却是粗眉粗眼，人高马大，声如洪钟，走路带风，一看就是名地地道道的庄稼人。于是我妈这个颜狗一眼便相中了我爸，吵着闹着要嫁给他。这事儿可气坏了我奶。倒不是说我爸也有家室，而是我奶素来不喜我爸。我奶倚着门，冲着我爸的背影啐了一口：“我买你是为了让你给我小儿子做媳妇，你想怎么着就这么着，没了王法了。”他愤愤想，就那不成器的大儿子还娶亲，他也配。但是我妈还是嫁给了我爸。她姓子烈，纵使我奶不同意，她转身自己进了我爸的屋，扬言不让她嫁给我爸，她就一头碰死在这个家。于是没有3媒6聘，没有喜袍加身，我妈嫁了人，我爸白得了一个漂亮媳妇。婚后很快，我便咕咕坠地。我们一家3口过得很幸福，除了我奶偶尔兴风作浪，刁难我妈，倒也自在和乐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一日我忽然高烧不止，直接惊厥。我爸和我妈带着我匆匆赶到城里的医院。赵小静家属：孩子急性脑膜炎，赶紧去交一下住院费，耽误1刻都不行。我妈急红了眼，翻遍了医兜，也没能凑全住院费。我爸跪在医生的面前，头砰砰砰磕在地上。好心的医生拽起我爸，让他赶紧去凑钱，他们则先抢救高烧惊厥的我。家里的财政大权一向掌握在我奶手里。我爸慌慌张张赶回家，扑通一声便跪在我奶面前：“妈，求你救救小妮儿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肯救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我奶睥睨着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的我爸，心里却觉得快意极了。这个大儿子他一向不喜欢，嘴不甜，不会讨他欢心就罢了，有一次还撞破他和邻居白大哥的约会，差点坏了大事。活该！我奶内心正在暗爽，村东头的顾大婶子来串门，正好看到我爸匍匐在地上求我奶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妮儿怎么了？在我爸涕泪横流的诉说中，顾大婶贴心地扶起我爸，天下哪有当妈的不疼自己儿子的？快起来，救！自己的亲孙女能不救吗？要是实在不够，我也能帮衬点儿。哎呀，顾婶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疼自己的亲孙女？这不是实在没有办法，家里一下实在凑不出那么多钱。我奶闻言，对着顾大婶就抽抽搭搭起来。妈，我知道你手里有钱，前阵子咱们的猪仔不是刚卖了吗？你先借我应急，回头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你。当着顾大婶的面，我爸这一计划算是把她架到了烤架上。我奶一边假笑着，哎呦，看我这脑子怎么把这钱给忘了，一面内心骂骂咧咧回屋，不情不愿取了钱。我出院那天，我奶趁着夜色气冲冲地跑进我们屋，看到我爸正喜笑颜开地拿着汤匙把熬好的稀饭送进我的嘴里。他忽然发疯，一把掀翻了我面前的矮脚桌。他双手叉腰，怒目圆睁地瞪着我爸：“赵建平，1年，我只给你1年的时间，连带着6分利，必须把我的钱还给我。6分利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”我妈闻言疼得从炕上站起来，气呼呼的就要去抄鸡毛掸子。我爸性子软，拦住了暴跳如雷的我妈，想着常言道父母为大，6分利就6分利吧。
于是思忖了几日，为了挣钱，我爸留下我们母女去了省城务工。我爸走后，我妈一个人带着我，日日数着日子，等着我爸回来。一日，我正在对门和小伙伴玩得起兴，忽然瞟见我叔鬼鬼祟祟去了我们院里。咦，我叔去我们院干什么？几年前，我奶便给他盖了新房，他早就带着自己媳妇别院独居。这会儿爷爷奶奶都去外面耍了，他来干什么？我蹑手蹑脚地跟上去。你干什么？我妈的声音夹杂着震惊与愤怒，然后屋里传来叮叮当当、鸡飞狗跳的声音。等我冲进屋，只见屋里一片狼藉，我妈散着头发，拿着剪刀抵在我叔的胸口。呸！我妈啐了我叔一脸唾沫，看到我进来，怔了怔，冲我叔怒吼了一声：“滚！”看着我叔踉踉跄跄滚了，才变红着眼睛把我搂在怀里。我叔临出门还气急败坏地喊着：“何春梅，你别忘了，当时你买来就是给我当媳妇的，我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”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我叔走后，我妈偷偷哭了好久。后来我爸回来，和我叔大打一场，直接把我叔打得瘫在地上，半天也起不来。我奶惊嚎一声，扑过去使劲捶着我爸，哭哭啼啼喊着：“杀人了！不得了了！你怎么敢打他？你怎么敢打他？你怎么敢打他？”我爸闷闷不作声，任由他捶着。转而我奶又慌慌张张俯下身子，仔细帮我叔查看伤势。看到我叔见了血，他抬头恨恨地瞪着我爸：“赵建平，今天的事咱们没完。”这场风波过后，我爸临出发去省城前，便和我妈商量：“春梅，等我到了省城，留心哪里招女工，回头把你和小妮儿一并接到城里，这样咱们一家三口就不用分开了，也就再也不会有人能欺负咱了。等小静过了生日，就该上学了，咱们干脆就去城里读书，将来在城里考初中、高中，再考大学，挣大钱。”我津津有味地听着，看着我妈的眼睛也亮晶晶的，眉眼含笑的一个劲儿点头。可是还没等到我爸回来，我妈和我却先病了。这场病来得奇怪，特别是我妈，以前一个人能顶一头牛的她，忽然变得脚软手软，吃不下也喝不下，每动一下身子，心脏就咚咚咚跳得厉害。而我则是恹恹的，提不起什么精神。开始我妈以为自己感冒了，便差我去对街的诊所拿了治感冒的药。我笨手笨脚地倒了水，把黄色的药片递到我妈嘴边。看着我妈吃下，我晃着枯黄的羊角辫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关切地问：“药苦吗？”我妈抿嘴，冲我温柔一笑：“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可惜几副药吃下去，却并没有效。”我眼瞅着我妈就像离了水的鱼儿一样，越来越动弹不得，肌肤也失了光泽，整个人看上干瘪黑瘦，没了生气。我奶看着日渐枯槁的我妈，倚着门嗤笑一声：“真是恶人自有天收。”我也扒拉了我奶一下，端过来我奶刚做好的面条汤：“老大媳妇，你妈她说话就这样，刀子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生病了更得好好吃饭，你看你妈刚给你做好的面条汤，你好歹吃一点。”我妈撑起身子，从外屋拿了一个小碗，倒了一点面条汤进去，吹了吹，递到我的手里。我刚要吃，我奶忽然发疯，打掉了我的碗，尖细的声音直冲耳膜：“见人见种，我做的东西你也配吃？”我妈的脸色变了变，她看了我奶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强撑起身子去灶台生火做饭。我爸收到我妈的信，知道她生了病，风尘仆仆赶回来，抱上我，带着我妈一路奔到省城医院。好几个医生聚在一起，瞪着我妈的心电图和各项检查结果，研究来研究去，最后还是一个个面面相觑。怪了，从医几十年都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情况。我看那头发都发白了的老医生单手托腮，眉头都拧到了一起。最后我妈的病因究竟是什么？
到底也没给出结论，只是因我妈的心率太过奇怪，便叮嘱她要注意休息，千万别累着。我爸带着我们出了医院，送我们回老家前，还请我们吃了手臂那么长的大红烧鱼，还一起去动物园看了碗口那么粗的大花蟒。兴许是心情好，我妈竟然身体也好了很多，又有点走路生风的架势。我高兴得一蹦三尺，我爸也乐得合不拢嘴。可是等我妈回到家，先前好了一大半的身体又一下回到了解放前。7周岁的生日，我妈虽然动一下都要喘半天，但还是执意起身给我做了一碗香喷喷的长寿面。秋日的寒风吹起来时，我去对门找小伙伴，他正拿着一个田字格小本，吃力的一笔一画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赵小静，你为什么不去上学？小伙伴忽然问我。上学？我正狐疑着，就看见村西头的村干部带着他的秘书风风火火走进我家。一个女娃子上什么学？咱们那一辈儿哪个女娃子上过学，不也没缺胳膊少腿的吗？我见我乃双手叉腰，堵住村干部，不让他们进我们屋。哎呀，老嫂子，这时代可不一样了，上面的政策，到了年龄必须得去上学。干部大叔陪着笑，好声好气地劝我奶。我妈闻声晃晃悠悠从里屋出来，听到我误了入学的月份，立马急了起来。她一面陪着笑道歉，一面焦急地保证明天一定早早地将我送去学校。我奶脸色不悦地看了看我妈，临走前又转头白了我一眼，赔钱货。第二日一大早，我挎上我妈连夜缝制的小书包，跟着对门的小伙伴蹦蹦跳去了学校。第二堂课，老师正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着，我的右眼却忽然跳个不停，而且不知为何，我忽觉胸口发闷，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班主任急急忙忙从外面推门而入，赵小静，你妈死了。我闻言，脑子只觉嗡的一声，顾不得挎上我的小书包，我便卯足了劲儿，跌跌撞撞向着家的方向跑去。妈！我还没跨进家门，就颤抖着声音大声喊着。可等我迈进里屋，我妈明明正好端端地坐在床上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她向我招招手，示意我坐在她的身旁，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发。我压下心头的不满，嘟囔道：班主任说你死了。吓死我了，哪有人拿这种事开玩笑的？我妈笑了笑，没有吱声。她一边捣鼓着毛线球，准备继续给我织那件未完成的红毛衣，嫣红的色彩染上灿烂的阳光，分外好看。这是我选的颜色，从我妈开工，我就一直眼巴巴等着，盼着把它穿在身上的那日。小静，记住，不要吃奶奶给你的任何好吃的。我妈忽然没由头地来了一句：为什么呀？我有些狐疑，最近我们不都是跟着奶奶吃饭吗？我妈的神情却忽然严肃起来。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？一定不要吃你奶奶给你的任何东西。直到我闷闷应了声，我妈才松了口气。是夜，爷爷奶奶竟然没有回来，这出去耍的也太嗨了吧。我在内心吐着槽，转身抱抱我妈，想要钻到我妈怀里撒欢，但是冰凉的触感却让我一惊。妈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冷？大概是秋天有点冷。那我做你的小暖炉。我嬉笑着，把手脚搭在我妈的身上，很快迷迷糊糊睡过去。呜呜，迷迷糊糊，我似乎听到女人的哭声。我皱了皱眉，咕扭咕扭地向我妈的方向钻，却钻了个空。我妈不在。我猛然惊醒，我妈躺过的地方凉凉的，一阵寒风吹过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妈！我心慌地喊了一声，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回荡。我妈这是去哪了？窗外的夜色正浓，深更半夜，只有一轮残月的光透过纸糊的窗子洒到炕上，看起来阴森森的。呜呜，又有女人的哭声从东屋那边传来。我摸索着下了床，伸手抓了好几次灯绳也没有抓到，
便只能摸黑向东屋走去。走近了，那哭声也逐渐变大。我屏住呼吸，探头向屋里望去。灰白的月光下，一张惨白的女人脸忽然映入眼帘。那女人的眼睛只有渗人的眼白，两侧的眼角还淌着血迹。我惊叫一声，跌坐在地上。忽然黄色的灯光亮起，怎么了，尼尔？等抖如筛糠的我回过神，母亲正满脸关切地望着我。第二天，我是被浓郁的饭香叫醒的。睁开眼，床头的梳妆柜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。我欣喜地起身，伸手就要去抓，正忙着给我织毛衣的我妈抽出支针打在我的手背上。小馋猫，先去洗手。我正抓着香喷喷的大包子狼吞虎咽，我奶的身影出现在门边。她的神色有些古怪，盯了我手里的包子半晌。这是邻居婶子给你的，你这小兔崽子倒是嘴壮。我嘴巴被包子馅塞得满满的，含糊不清的嘟囔，明明是我妈给我做的。不知我奶听到没听到，我隐隐觉得她今天神色有些怪异。她没理我，径自回了自己屋。小静，今天妈给你向老师告了假，今天妈有点不舒服，这几天你就别去学校了，在家陪陪妈。我妈温柔地笑着，拿食指戳我鼓鼓的嘴巴。妈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鼓着腮帮子，吐字不清地问道。看到我像小青蛙一样的形象，我妈扑哧一声笑了。下午，热心的顾大婶子忽然来串门，她侧身挨着我坐在炕上，我妈没有说话，安静地继续为我织着毛衣。哎，顾大婶子叹了口气，摸摸我的头，真是个命苦的小丫头，还这样小，真可怜。我不明所以地望着她，大人说话总是奇奇怪怪。晚上，院子里忽然涌进来好多父老乡亲，他们吵吵嚷嚷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有人走进屋，在我家的桌子椅子上都铺上白色的展布。几个村里常在一起唠嗑的婶子看到我，脸上都流露出莫名的悲伤，一个个上来揪我枯黄的小辫子，唉声叹气道：这孩子真是可怜一个两个，怎么都这么奇奇怪怪的。等那些叔叔伯伯把我家收拾好，我暗暗有些吃惊，这布置怎么和村头老里头去世时的布置那么像？妈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一声妈，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动作，齐刷刷望向我。几个妇女怔了怔，还红了眼圈。我妈淡淡笑了笑，没事，这是村子里的风俗，咱们家一个远房亲戚去世了，按照辈分关系，要借咱们家的地方给他办葬礼。啊，还有这奇怪的风俗，在我家办葬礼多可怕呀！我打了个寒噤，心里有些不满，可还是什么也没说，爬上炕，向着我妈靠了靠。屋子里的人迟迟不散去，我困得睁不开眼，便把头埋在我妈怀里，迷迷糊糊睡去。一夜无梦，天色微微亮时，我被哀怨的唢呐声吵醒。我透过窗子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桌子，男男女女们忙碌着，不晓得在搞什么。我妈还是笑笑，没有说话，手里的织针飞起，只一会儿一团毛线便少了一大半。中午，浓郁的香气从院子里飘进屋子里，我的肚子发出咕噜一声。我奶端着掉漆的饭缸，意味不明地盯了我片刻，把饭缸递过来。哎呀，我可怜的妮儿，赶紧吃吧。香气入鼻，我很想接，可是我又想起我妈的话，绝对不要吃奶奶给我的任何吃的。我犹疑地望了望我妈，接着呀，你这丫头还让我喂你不成？我奶面色不悦。我妈忽然停住了手里的织针，伸手啪一下打翻了我奶手里的饭。我奶惊呼一声，引得外屋的几个女人探头进来。哎呀，老嫂子，你没烫着吧？一个女人一边惊呼，一边快速取了笤帚簸箕进来帮忙收拾。我奶一边摇头一条边嘟囔：奇怪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好像忽然一股力打过来？我奶走后，我妈起身，
到外面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熬菜，放到我的面前才笑眯眯道：“吃吧。”等太阳西斜，忽然唢呐锣鼓齐响起来，有个穿着白色戏服的人咿咿呀呀唱着回家啊，那声音哀怨婉转，带着忧伤的哭腔。然后我便看到我叔抱着一个漆黑的匣子，一身素衣，神色凝重地跟在那白衣戏子身后走进来。我妈用手捏着我的肩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我叔的目光扫到我时有些古怪。我叔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我妈忽然加大了手上的力度，捏得我生疼。妈，你捏疼我了。我脆生生的声音响起，所有人都用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望向我。我叔似乎趔趄了2下，才稳住了重心。顾大婶跑过来：“静啊，你是想你妈了吗？”说罢，他还红了眼圈。什么叫想我妈？我妈不就在我身边吗？这些大人这2天一个比一个奇怪。我妈向我招手，我便没有理她，随我妈进了里屋。刚才的插曲很快便没有人再在意。我叔把黑色的匣子放在屋子中央的桌子上，地上还放了白色的蒲团，很多男男女女跪下去，嘤嘤的哭声开始断断续续传出来。我奶更是夸张的一个趔趄跪倒在蒲团上，紧接着便扯开了嗓子开始干嚎：“春梅啊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你怎么舍得？小静还那么小。”我的脑子嗡了一声，春梅，那不是我妈的名字。我妈不是好端端地站在这里，她怎么能咒我妈死？奶奶，你就算再不喜欢我妈，你也不能咒她死吧？我生气地瞪着奶奶，觉得她实在太过分了。闻言，身边的人开始窃窃私语：多可怜啊，这孩子还这么小，什么也不懂呢。是呀，哎，造化弄人。顾大婶子上前抱住我，哽咽道：“没事的孩子，别怕，你还有爸爸、爷爷跟奶奶。”此话一落，女人们又接着呜呜哭起来，哭得我心烦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睡过去的。几个男人在隔壁屋守着，许是无聊，夜里竟然端出来一桌麻将，稀里哗啦耍起来。我被吵醒后，不高兴地皱皱鼻子，起身，我妈又不在。妈，我喊了一声。隔壁玩得尽兴的一个大叔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赵家那可怜的丫头又在说梦话了。”我赤着脚起身去寻我妈的身影。那几个大叔正玩得入迷，也没注意到我。我抬眼望过去，却见灰暗的灯光下，另一个屋子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麻将桌的方向，那眼睛里泛着诡异的绿光。妈呀！我吓得脚下一软，摔在地上，哇一声哭出声来。守夜的一个大婶被我这一吵，睁开惺忪睡眼，赶紧起身把我抱起来，一面帮我拍拍身上的尘土，一面将我抱上了床。怎么了，小妮儿，做噩梦了？我妈也赶紧从什么地方跑过来，看了看我没事，轻拍着我的背，柔声哄着我：“妈，你这几日身上怎么都这么凉？”我小声嗫嚅地问。我妈只是轻笑，没有回答。过了午夜，我奶的屋子里突然传出嗷一声惊叫，声音之大，把所有人都吵醒了。我不满地揉揉眼，随着大家出屋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叔光着膀子在院子里乱窜，全然不在意夜里的凉风。建国，你这是咋了？我奶担忧地看着我叔。妈，我看到春梅了。春梅回来了。我叔的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色。我奶闻言神色也不太好看，她拽住我叔的领子，把他揪回了自己屋。什么我妈回来了？我妈不就一直在这儿？再说了，我叔这表现倒像是多怕我妈似的。我嗤之以鼻地想起他曾经还想欺负我妈，便觉得我叔是在装模作样。这一宿睡得可真不安生。公鸡打鸣的时候，我醒过来，我妈也已经醒了，她手上的毛衣已经织得差不多了。我跳起来，在我妈脸上吧唧一口：“妈，等织好了，你写信叫我爸回来，我想穿给他看看。”我妈笑着点点头：“小静，
妈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我滴溜溜转转黑葡萄一样的眼睛，说什么？以后要是妈妈不在你身边，你要乖，听爸爸的话。我当然会听爸爸的话呀。我忽闪着眼睛，不解地望着我妈，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？妈，你是要出门吗？我妈摸摸我的小脸，又刮刮我的鼻子，妈妈呀，想去天上旅游了。去天上，那不就成仙女了吗？我妈被我这一句话逗笑了。是啊，妈妈以前就是仙女。我得回自己家看看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就看看天上的星星，我就住在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里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撅着嘴，有点不高兴。我想，妈妈的家也是我的家呀，干嘛不也带我回去？小静，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就跟着爸爸，好好听话，以后也不要贪嘴。咱们以后就不回爷爷奶奶这边了，知道吗？我妈说这话的时候，神色忽然变得有些严肃。好吧，虽然我也会想爷爷奶奶，但是他们好像也并没有那么喜欢我，不回来就不回来。我想了想，郑重地对我妈点了点头。我妈这才露出一个放心的笑容。我虽然喜欢热闹，但是这2日家里吵吵嚷嚷，乱乱糟糟的，我不是很喜欢，白天便一个人找了角落，缩进去躲了起来。妈，你说春梅的鬼魂不会真的来找我索命吧？忽然，我叔鬼鬼祟祟拉着我奶来到这个角落，压低着声音说道。我奶神色有些难看，不可能，咱们已经找张半仙求了符，何春梅那件女人奈何不了咱们。我那天真是喝醉了酒，失手才把她打死的。这件女人对老大还真是死心塌地的，老子能看上她是她的福气，她还给脸不要脸。我叔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恨意。我不是很懂，脑袋一团浆糊的继续偷偷听着。那女人不知好歹，死了就死了，还不是她自己不知好歹，死活反抗，自己滑道撞在炕沿上摔死的，活该。我奶捶了我叔一下，才继续道，不过你也太按耐不住了。还好送到医院时，医生没有多说什么，万一咱们给他在饭菜里下药的事被医生验出来，那还得了。哎呀妈，老大又不是没带那何春梅去医院看过，根本就没查出来。你瞎担心什么？咱们这个药是慢性的，每次放的又不多，是他自己身体不好，谁能想到下毒这一层呢？打住，这件事以后都不许再提起来。当时就不该对赵小静那件种手下留情，一并斩草除根才好。我懵懵地听着，虽然不是很明白，但也知道他们说的是非常不好的事。我叔说他把我妈打死了，可是我妈明明一直就在呀。他们还说给我妈下毒，下毒是什么意思？还有他们好像还在说我的事。不行，我要把刚才听到的赶紧回去告诉我妈，问问我妈这都是什么意思。我跑到我妈身边时，我妈手里的红毛衣只剩一个尾巴了。看到我进来，我妈招招手，示意我该吃饭了。我一边胡吃海塞，一边含糊不清地问我妈，妈，刚才我在偏房那里的角角里，听到我叔和我奶正在说话，他们说他们给你下毒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妈闻言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鸷，不过很快烟消云散。她摸摸我的头，温柔笑道，一天天就知道瞎跑，快好好吃饭。我本来还想问，为什么我叔说我妈已经死了，可是我嘴里的馒头愣是把我这句话给噎了回去。夜色很快又氤氲开，但是因为白天睡得多，我虽然闭着眼，但是并没有真正入睡。搭在我妈身上的手忽然被拿开，我眯眼看到我妈起身下了床，迷迷糊糊的，我妈走得很轻，一点脚步声都没有。更令我吃惊的是，摇曳的灯光下，我妈竟然没有影子。老人说只有鬼才没有影子。我心脏扑通扑通跳着，也翻下炕，轻手轻脚跟上去，想看看我妈到底想干什么。我妈的身影径直飘向了偏房，身体竟直接穿过门进去了。
我快步跟上去，里面似乎传出女人的轻声嬉笑。我轻轻推了推门，推不开，于是我搬了一块石头，垫着脚，伸长了脖子，透过小窗的缝隙，使劲往里望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似乎有什么人躺在地上。我妈先是静静地望着地上的人，然后忽然俯身下去，脸几乎要贴上地上躺着的二人的脸。借着灯光，我确信我看到我妈的瞳孔消失，只剩下惨白的眼白，两边眼角鼓鼓的血冒出来，顺着脸颊淌下来。她似乎在用嘴巴向着地上的人吹气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恐惧使我喊不出来，却像木头一样僵在原地。地上的男人似乎是感觉到异常，睁开眼，对上我妈惨白的眼。啊！男人发出一声肝胆俱碎的惨叫，他一个鱼打挺爬起来，衣服都顾不上捡，一个箭步冲到门那里。伴随着他的尖叫，一个女生也一同尖叫起来，竟然是我奶。这划破苍穹的叫声把很多人都给招了过来。等我奶和那个男人衣衫不整从偏房冲出来，村里的街坊邻里都惊得掉了下巴。哎呦，白大哥，你们俩玩得挺野呀！不知是谁戏谑地嘲讽一声。这一句话犹如一记惊雷，惹得人群骚动起来。啧，儿媳妇都死了，还有心思干这事儿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前2天看他哭得那么伤心，还以为是替大儿子伤心呢。那怎么可能？他一直不喜欢他家老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家眼里哪有老大和老大媳妇啊？满心满眼都是白大哥吧？说起来，赵家老大老二长得一点也不像。这么说起来，大家在吵吵嚷嚷的议论中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不得了的事，那就是我叔赵建国还真是眉眼与这白老头有些相像。好家伙，这事儿可真够劲爆的！就在这时，院子门口传来自行车车轮转动的声音，我也和我爸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我爸一进家门，丢下自行车就奔到里屋去。我也看着这里3层外3层的人群有点懵，放下自行车走过来，看到我奶衣衫不整的模样，再看看他身旁站着的白老头，立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，立马回屋抄起家伙就向我奶抡过去。我是被我爸抱回屋的，我看着我爸红肿的厉害的眼睛，想把这几天的奇奇怪怪的事告诉他，但是我头觉得昏昏沉沉的，迷迷糊糊就在我爸怀里睡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屋子里没有外人，我爸趴在桌子上，脸上是一道一道的泪沟。我妈还靠墙坐着，正在完成我新毛衣的最后一针。看到我醒来，我妈露出一个灿烂的笑，和昨晚那个吓人的形象一点都不一样。妈，昨天晚上我话还没说完，我妈把我一把揽进怀里。昨天妈妈吓到小静了。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隐隐约约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虽然不是完全明白，但是眼泪还是忍不住吧嗒吧嗒掉下来。我妈抱紧我，揪揪我的羊角辫，好孩子，你还记得妈妈的话吗？妈妈永远爱小静，妈妈会在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里，永远看着小静，陪着小静。说完，她把织好的毛衣套在我的身上，软软的、暖暖的毛衣，和妈妈的身体一样，贴着我，舒服极了。小静，记得妈妈的话，一定要乖，跟着爸爸去城里，好好读书，好好长大，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了。我一边拼命点头，一边流着眼泪鼻涕，看着我妈的身躯一点点变得透明，直到完全消散。我的抽噎终于变成嚎啕。我爸抱起我时，我使劲嚎，使劲喊，妈妈走了，我要妈妈。我爸用自己的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也瞬间泣不成声。我奶在我爷的暴打下，承认了我叔竟是白老头儿子的事实。他是父母包办婚姻嫁给的我爷，然而结婚后，他嫌弃我爷木讷，更喜欢隔壁油嘴滑舌的白老头。2个人早就暗通款曲，并且生下了我叔。因为不喜我爷，所以我奶一直也看不上我爸。
而对于我叔，则是爱屋及乌，恨不得把家里的一切都给了他。这事很快传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在千夫所指的折磨里，我奶忽然神色癫狂，哈哈狂笑，他疯了。而在他疯后，在他的风言风语里，我妈的被害真相也浮出了水面。在我叔第一次对我妈欲行不轨之时，在我爸痛打了我叔那一次，我奶便记恨上我爸与我妈。于是他将用来泡种子，以防种子生虫的毒药，一点一点加入我妈的饮食里。他做得很小心，每次都只放一点点，所以我妈才会变得病恹恹，但是因为量少又症状不够典型，一直查不出病因。我去上学那日，我叔喝了酒，又想故技重施，强迫我妈，但是没有想到我妈性子烈，扭打中头磕在床沿上，再加上平素中毒，导致身体虚弱，人送到医院，很快就没了气。我奶他们对外宣称我妈心慌滑倒，才导致了这人年纪轻轻就没了的悲剧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怕有人根据遗体查出我妈中毒的真相，便一边岔了我爷去省城叫回我爸，一边找村子里的张半仙编了个借口，未等我爸回来，便急急忙忙对我妈的遗体进行了火化。原来那个小匣子里便是我妈，她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年幼懵懂的我，所以这几日她日日守着我，一直等到我爸归来。对于生死，我还是不是很懂。后来我爸果然将我带去了省城，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奇奇怪怪的家。以前的我怕黑，所以不喜欢黑夜，可是现在我一点都不再讨厌黑夜，因为每次仰望星空，我都能看到天上那颗最亮的星，我知道我妈就住在那里，一直陪伴着我。